在坠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9日下午，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对外透露，载有遇难的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及其团队遗体的救护车队，在前往当地苏鲁尔空军基地的途中，意外发生车祸。按照印媒的说法，当时运送车辆撞上了道路一旁的山体，车头严重变形损坏，原本车上的几名活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从印媒对外报道中的图片中不难看出，还有伤者干脆就坐在地上等待救援。在坠机事件开始的时候，就有网友调侃死者情绪稳定，如今的后续展开又过于奇葩，就是印度宝莱坞也不敢这么拍。也有网友调侃，这到底是做了多少缺德事，需要经历这么多事情。额外提一段，此人的经历确实有些神奇。早在2015年的时候，此人就经历了一次坠机事故，不过却在事故中存活下来，而后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经典人生，很快被莫迪看中，引为左右手。在2019年的时候，成为莫迪打入军方的一个棋子，坚定执行军改，只不过这一次却没能逃过一劫。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外界有不少人怀疑印度空军的这一次坠机可能不是一个意外，而是新德里当局与印度军方的一次交手。不得不承认，从坠机开始到救援再到遗体运输，整个过程透露着一种印度式的奇葩感。有媒体对外透露，当时印度参与救援坠机事故的团队没有携带必要的救援设备，甚至连担架都没有。重伤的国防参谋长比平硬是被人用床单给拉出来的，而因为坠机导致的内脏出血，出现口渴症状，结果救援团队连水都没有。别说是个坠机重伤的人，就是个轻伤也要被印度救援队伍给折腾的不行。值得一提的是，有观察人士调侃，纵观印度近些年来干过的奇葩事情，印度人做事似乎总是透露着一股子喜庆，丧事喜办是传统手艺。不说太远，就说这一次的坠机事件，印度人丝毫没有考虑为什么直升机会坠落，如何规避这种问题，为什么过去40年里有1000多架的军机坠毁，反而在大段地认为这是天意。据环球时报消息，近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亲自发声，五角大楼拒绝在划红线上提供帮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就在这位刚发表态度的时候，拜登却公开发表着截然相反的言论，于是笔者脑海中不由窜出一系列的问题：美国要内讧，五角大楼要和白宫对抗，美国国防部长要篡位。先从拜登说起，12月7日，拜登和普京进行了视频会晤。从事后的一些报道中可以看到，拜登和普京这次会谈可谓是火药味十足。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依然没有谈拢的迹象，而且在这之前，美国还发布了可能会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的新闻内容等。甚至之后，拜登还特意打电话安抚乌克兰，通知了双方这次视频会晤的重点内容。就这一点来说，美国显然没有放弃继续利用乌克兰和俄罗斯对抗。而且和这件事同时发生的还有拜登的国安助理沙利文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打起了台海牌，并且再次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还会采取一切美国能够采取的行动确保台海问题，例如经济制裁等。这是美国现阶段的政策目标以及拜登传递给普京的信息。换句话来说，拜登对于台海和乌克兰问题依然保持强烈的介入意愿。再说回美国防长奥斯汀这边，这件事是发生在周二，也就是在拜登发生的同一天。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非常明确地对美国媒体表示，我认为我们应该缓解现在紧张的局势，并且积极地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现在面临的种种问题，因此必须拒绝再对乌克兰台当局提供划红线帮助。此外，就在前几天，奥斯汀参加了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国防论坛，就是以里根总统命名的那个论坛。他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演讲，并公开呼吁了希望和中方进行高层次的军方会晤，这也正好和他对于乌克兰问题时表达的态度一致，希望缓解紧张的局势。好家伙，乌克兰和台当局不愧是棋子，这不又被抛弃了？不过在白宫如此激烈的要搞事情的时候，五角大楼却态度如此不一样，这是怎么了？当然必须要提到的是，奥斯汀虽然不是什么和平爱好者，所以从最近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去看，
奥斯汀的目的虽然不简单，例如美国因为内部混乱，现在拜登支持率一直在下降，而国际局势一直升温，如果继续下去，难保不会真出事，这对于美国来说无疑是需要极力避免的。种种原因之下，美国国内已经有非常大的民意，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国内问题。因此，虽然美国的民主存疑，但谁在这个时候获得更多的人心，在政坛之路自然更好走了。就这一点来说，奥斯汀的动作就很值得怀疑了。不过最后到底是走向对抗还是内讧，篡位什么，且看奥斯汀下一步动作吧。最近，拜登与普京的一次视频会晤引发了各界持续关注，这也正说明了目前东欧局势紧张的程度。对于双方这次会谈，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传出，但可以肯定的是，乌克兰问题是双方谈判的焦点。但种种迹象表明，东欧目前火药味异常充足，并且乌克兰很可能会被美国以及北约出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据中国青年网12月8日报道，美国多个媒体声称，拜登正在考虑从乌克兰撤离美国公民的一系列方案。原因是美国认为，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再度升级，安全形势非常严峻。CNN 相关人士表示，这项撤侨应急计划是由五角大楼牵头发起的。美国一些官员认为，对于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美国可以做出的选择相当有限。这个撤侨计划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方案，从仅仅撤离政府工作人员到更广泛的美国公民。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主流的看法是目前没有必要进行撤离，但这会根据当地的局势变化随时进行改变。拜登计划撤侨这一举动，在外界看来是美国对乌克兰局势没有信心的一种表现。一旦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爆发战争，美国很可能会第一时间进行撤侨，然后果断出卖乌克兰这颗棋子。无独有偶的是，前不久北约也公开表态，对外表明了北约的立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12月初的时候警告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动用武力，同时他也公开表态了北约在东欧的立场，称乌克兰不是北约的一份子，北约不会为乌克兰而战。北约明确表态不会为乌克兰而战，拜登也在计划着从乌克兰撤侨。这一系列动作都说明了西方国家根本就没把乌克兰当回事，只把它当作对抗俄罗斯的一枚棋子。一旦俄罗斯动怒，他们将随时将其抛弃，而失去北约和美国军事支持的乌克兰就如同末日来了一般，他们将独自面对俄罗斯的怒火，结局可想而知。这就是北约和美国的一贯作风，从美军以及北约的撤出阿富汗到现在，阿富汗乱成啥样，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愿乌克兰能够早日看清这一点，不要再做西方国家对抗俄罗斯的替死鬼。如果再这么作死下去，未来他们的结局可能比现在的阿富汗还要悲惨。说起立陶宛，或许大多数观察人士心里这个国家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甚至对这个实力不大却还非常嚣张的国家感到了厌恶与反感。因为此前立陶宛就在台海问题上对我们疯狂挑衅，因此与我国几乎处于断交状态。这个小国以为有了美国以及欧盟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不知好歹，殊不知他们早已沦为了美国的炮灰。可笑的是，尽管这个国家疯狂向美国示好，但却还是时常被美国抛弃。此前，美国为了能够寻求更多的利益，就果断放弃与立陶宛合作，与中国签署了天然气订单。这完全说明立陶宛在美国政府心中的地位有多么低下。不过，立陶宛还是装作了一副无伤大雅的样子，继续讨好美国。但他们的报应又来了。近日，美国再次为了自己的利益砸了立陶宛的脚。据消息报道，近日美国宣布对白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白俄罗斯钾肥的制裁正式生效，而这样的制裁可以说是严重损害了立陶宛的利益，因为白俄罗斯钾肥一直都是与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合作。有相关数据显示，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因此每年可以获利6000万欧元。而如今美国对白俄罗斯的制裁生效，也就意味着立陶宛每年的获利必定会严重下降。但令人不解的是，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还向媒体表示，美国是立陶宛的合作伙伴，立陶宛完全赞同美国此次的决定。此外，立陶宛塔纳斯瑙瑟达近日还与拜登通话，并告诉拜登，立陶宛寻求美国军队永久性部署于立陶宛，这样的方式对该地区的安全来说有重要的保障。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立陶宛当局真的是太愚蠢了。美国是一个眼里只有利益的国家，他们居然还妄想美国会保护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讨好美国，这样的举动实在是太卑贱了。一般的领导人还真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或许只有立陶宛当局才能做出吧。或许这也说明了立陶宛快要撑不住了，只能让美国吸取自己血来维持立陶宛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立陶宛领导人的无能时，立陶宛外长终于忍不住了，愤怒之下与交通部长双双辞职。据消息报道，兰茨贝尔吉斯近日表示，尽管美国对白俄罗斯发起了制裁，但这严重损害了立陶宛的利益，但是领导人却还在拍美国的马屁。面对这样的局势，他决定辞职。随后，立陶宛交通部长马里乌斯也表态称，
会和兰茨贝尔吉斯一同辞职。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立陶宛已经危在旦夕，立陶宛政府的无能让官员们失去了信心。所以说，如果立陶宛当局还是执迷不悟，那等待立陶宛的无疑是灭国了。